2023年的下半年将会发生什么呢？洪水、冰雹、低温、雪灾。2023年的上半年呢，可谓是一场又一场的天灾啊，各种极端天气让人忧心忡忡。前几年，一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预言家呢，对2020年进行了14条预测，结果竟然有12条呢都预测成功了，这也让他名声大噪，更是被人们称作近代命中预言最多的人。他表示呢，2023年的下半年呢，3火9运呢即将到来，这个时候呢会有更大的危机出现。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2023年下半年预言。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节目从今天开始开启免费抽奖，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而马来西亚的这位预言家呢，大家都不陌生，他就是郑伯健，在马来西亚也是赫赫有名的预言家。照他的说法呢，他之所以能够预测到一些事情的发生这是因为他从小呢就对哲学、宗教、命理、思维心灵等书籍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也开始学习了易经奇门遁甲等，并以此为基础呢，融合了许多现代的理念，成为了一名著名的玄学专家。事实上，郑伯健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做出了很多的预测，比如说天灾、人祸、经济、人工智能。不过这一次呢，他主要对下半年的经济、灾难以及科技呢做出了预言。而2023年下半年，他给出了6大预言。第一个预言呢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他说，在2024年的2月份呢，人类将会进入第9运。今年下半年呢，正是一个过渡期，因为必定会引发大的调整，科技将会有一场巨大的变革。而这场变革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ChatGPT 人工智能的诞生，也不是一件好事。毕竟 ChatGPT 技术的问世呢，将会加速各个行业的自动化进程，而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大量的工作岗位将会被替换，甚至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失业潮。正是因为如此呢，郑伯健才会警告所有人人工智能的存在呢是一种双刃剑，它可以加速人类的发展呢，也会给人类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我们无法去阻止，要不然呢就会被科技所取代。而第二个预言呢是关于经济的。郑伯健说呢，想必各位都已经感觉到了赚钱呢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并且有专家预测，在2023年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陷入一场大萧条当中，通货膨胀呢也将会持续下去，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了一场大衰退，能源的价格也不稳定，食品的价格呢不断的攀升，这一切呢都在加剧着世界经济的衰退，就像是3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一家银行突然之间就破产了一样。而这一切呢都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导火索。他说8月到10月份呢，很有可能会出现真正的经济泡沫的破裂，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小心留意。还有就是去美元化，对此呢，拿督郑伯健就认为今年无论是美元的盟友还是非洲、亚洲等一些国家呢，都会纷纷的加入其中。之所以会导致这一情况的出现这与美国之前忽然冻结一些富豪的财产和外汇有很大的原因，这让很多人都产生了担忧嘛，也因此很多人会加入其中去美元化。第三个预言呢是自然灾难。按照他的说法呢，今年世界上的自然灾难将会变得越来越多，比如说洪水、干旱、酷暑等等，那将是比2022年更糟糕的一个情况，对于人们的伤害呢也将是巨大的。这一点呢，相信大家都有所同感，因为在今年的上半年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呢，我们都遇到了好几次极端的灾难，比如说西南的干旱开年的大雪最近的冰雹，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呢，在2023年将会出现厄尔尼诺的现象，这将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而郑伯健对此呢也进行了解释，他说因为今年是兔年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正宫宫位，而所谓的正宫宫位呢是八卦里的一个宫位，它代表了震动、变化之意，所以在今年的下半年呢，可能会有比较大型的一些地震，甚至是海啸的发生。而且呢，他还详细的说出了这7个最有可能发生的地点，分别就是哥伦比亚、意大利、日本、印尼、墨西哥、智利。至于海啸呢，他说日本和美国的西部都有可能发生。而暴雨和水灾呢，最容易发生的是在秘鲁、索马利亚、美加州和非洲、澳大利亚地区等。而人祸方面呢，他认为2023年的一些冲突会加剧，一不小心呢就会引发十分严重的后果。第4个预言呢，他说是流感。郑伯健说今年的流感将会再次爆发，但是这一次新冠病毒将会在这一次爆发之中被削弱。但是同样的还有更多的流感，比如说禽流感今年的病毒就落到了东部，因此呢将会在东部的某些国家出现。尽管呢世卫组织说呢，这种病毒不会对人与人之间发生传染，也不会在全球的范围内扩散，
不过呢，我们还是小心为上吧。而新冠变异病毒的出现呢，让人产生了恐惧，大概率有些人会导致出现结膜炎，也就是眼睛会红。当然了，其他的症状也有。事实上，3年前呢，他也就说过，这种病毒不会被消灭，反而会变得传播得更快。它们将会逐渐的与人类共生，因为它们必须要活下去嘛，这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在未来呢，流行病的杀伤力慢慢会变得不足以威胁到人类的生命，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了。第5个预言呢，他说是粮食危机。他说在2023年呢，食物危机将会加剧，许多人不得不去买更贵的食品，有些地区可能会发生饥荒。对于粮食危机呢，大家可能感受不深，毕竟我们也不少吃不少穿嘛。但是放眼全球根据一些数据统计呢，2023年全球有7.2亿至8.11亿人呢会面临饥饿，这一数字呢比2022年呢高了近乎1/3。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俄乌冲突导致了这两国有大量的能源或粮食的出口出现了问题嘛。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2023年这一情况并不能够解决，也必定会影响粮食能源这2方面嘛。再加上今年的天气变得很异常，很多的作物都受到了影响，因此呢，庄稼的收成就会下降，所以呢，就有可能会出现粮食危机。那第6个预言呢，郑伯健说是能源危机想必各位已经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内容了。拿督郑伯健就说呢，到了2023年呢，这种局面将会变得更为严重，因为各国的天然气价格不断的攀升嘛，能源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无论是天然气、原油、石油还是柴油呢，都会疯狂的涨价，但也会大大的促进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的增长，所以说这也是一把双刃剑。而郑伯健还讲到了今年是大土运的最后一年所以火的能量已经开始慢慢的变热了，开始逐渐的燃烧，呈现很大的火的能量的一个状态。例如今年的2月呢，美俄亥俄州的一辆载满危险品的火车呢就发生了爆炸，大火持续了2天。而印度中部的一座庙宇大面积的坍塌，美伊利诺伊州的一家剧场的房顶也坍塌，希腊的2节车厢的相撞也大面积起火，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停车场在今年的4月份也崩塌了。诸如此类呢，这种今年很多建筑物坍塌爆破的能量爆发还会引起很多，所以被称之为怒火状态。所谓的怒火呢，就是一种无缘无故的愤怒，一种不悦，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情绪。压抑已久的情绪爆发呢，也会象征着战火的意思。因为有怒火就有争执，所以就会引起战火。而战火的降临呢，也就意味着未来的冲突会增加很多。比如说4月15日呢，当时的苏丹就造成了上千人死亡的武装冲突。而巴基斯坦的一个警察反恐中心的弹药库呢，在4月份有2起爆炸事件。与此同时呢，今年将会有更多的区域人类的群体思维会产生巨大的颠覆，以及变革和新的思考方法，将会使社会产生不同的涌动，这也是怒火导致的。因为在面临着经济危机和各种生活压力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怒火。全球的经济萧条，物价上涨，物资匮乏，因此人们的生活就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有怒火。提到火的能量呢，自然会延伸到气候，再加上今年的风火家人卦呢，风与火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循环的对流的一个世界了，会有很多极端的气候发生，比如说高温、热浪、火山爆发，而郑伯健都在之前的视频之中提到过。他还说今年的火会特别的旺，有很多的地区会在今年其温度呢会突破往年的最高纪录，尤其是在2027年之前呢，会有不少的地方打破历史记录。比如今年的4月呢，泰国就突破了100年的记录了。而如今它正面临着高温袭击嘛，这是泰国145年以来最高的气温，曼谷的气温则达到了高达42摄氏度，体感呢达到了50度以上，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而这种厄尔尼诺的现象呢，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今年。据专家预测呢，今年将会是地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季了。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厄尔尼诺现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厄尔尼诺呢就是一股暖流是太平洋的一种反常的自然现象，其显著的特征呢就是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的海水出现了增温，而这种增温呢就会使秘鲁的寒流呢冷水减弱甚至消失，而吹拂着的这个水温较高的赤道暖流南下，使秘鲁寒流的水温反常升高，这种悄然而至不固定的洋流呢就被称为厄尔尼诺暖流了。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太平洋的海水是西高东低，西热呢东冷，但厄尔尼诺的现象出现的话呢，就会变成东部的水温反常的升高，这就会导致太平洋的中东部的暴雨连降，洪水泛滥，西边呢出现严重的干旱。所以郑伯健才说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热浪呢，已经横扫了亚洲许多国家，
并且呢正处在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印度、泰国、缅甸气温都高达45度以上，多人受伤。所以北美部分地区呢，也因为森林大火而惨遭火的袭击。那居住在火场周围的居民不仅会遭受到生命财产的威胁呢，而且连呼吸道的空气呢也会遭受到污染。面对这种持续不断的极端天气和气候的变化呢，郑伯健就认为对应之策呢，就是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地球，不能再让气温继续升高了，否则的话呢，全球的极端天气将会变得更加的糟糕。而上述的种种呢，其实也是地球能量转换的一种表现。也有可能仅仅是一个冰山一角而已，所以减少全球暖化迫在眉睫。人们的出行啊，尽量使用绿色清洁能源为主。而最后呢，郑伯健就强调他所做的预测呢，只是针对大数据推算和预测的一些结论，所以大家呢理性参考。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别忘了点赞留言支持一下哦。我们会从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免费的奖品呢就是宇哥在节目当中讲过的这一些书籍，以及呢小唐抱过的娃娃，所以一定别忘了精彩留言哦，没准下一个幸运的粉丝就是你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